你想体验一下所有人格类型的认知模式吗？你想试着用其他人格的视角来看问题吗？这个系列不是科普，而是互动哦，邀请大家来跟我一起，跟着我的指导，一步步在自己身上激发体验全部的8种认知过程。咱们主要参考的是 Dario Nalli 博士的 Neuroscience of Personality， 也就是他花了5年时间围绕人格类型进行的脑电图研究。开始前还是忍不住啰嗦一句，不同的 MBTI 人格类型代表你自然情况下偏好的认知方式不同，不代表你没有或者缺少某种认知方式。如果一个人愿意，是可以一定程度上逼着自己用自己不太习惯的方式去看待问题，去做决策的。而且这种情况非常常见，你只要回忆一下自己有什么事情是做起来很不自在，但是又逼着自己做的，里面多半有违背自己认知天性的影子。好，废话不多说，这期咱们来试着激发不同的决策过程。大家善用暂停，给自己时间品味，也欢迎在弹幕留言记录，我也会跟着引导给我自己的答案。我的答案完全是个人化的，不是什么标准答案，千万别当正解。首先来看看外倾情感 Extroverted Feeling， 简称 FE， 是16人格中FJ 类型最偏好的决策过程。FE 这个决策过程的核心是从建立关系、彼此信任的角度进行认知。因为 FE 通常都涉及到和人互动的场景，咱们激活时可以带入的场景，最真实的肯定就是你现在在评论或者弹幕发言互动的场景了。第一步，问问自己，在这个场景中，其他人都有什么需求？他们到底重视什么？而你又如何能满足到他们的需求？我还蛮难想象的啊，真的有人发评论的时候会很周全的考虑这些吗？我尽量想想。从我 UP 主的角度的话，很多小伙伴评论可能是希望表达自己被看见、被欣赏，或者提问得到一些回答吧。我去满足需求的话，可能通过点赞、回应、鼓励，提供一些解答的方式。但实际上有的时候我很不确定到底怎么满足比较合适，很容易千言万语汇聚成一个贴贴拍拍，化身面点大师。我自己感觉平时是有意识知道别人有需求的，但是很难优先从这个角度出发去考虑问题。好，第二步，重点留意一下，在这个场景中，你是否感受到被信任和被尊重，以及你多大程度上信任并且尊重了他人。不知道你们在评论区的体验哦。我的话，我其实经常会删了回复重新发，因为第一遍发的时候觉得可能被解读出一些不太尊重的含义啊，这可能就是我的 FE 吧。我感觉这个尊重信任对我是需要挺努力去留意的，很多时候真心话我没那么敢于在评论区去吐槽确实坦白讲，我经常能感受到评论区小伙伴特别信任我，也信任大家去分享自己内心深处的想法观点，但是我还是经常有所保留的。最后第3步想一想，在这个场景中，关于你自己，你可以分享什么，更能够建立和他人的关系与信任这个角度我绝对是当了 UP 之后得到的很大的改变就像我前面说的，我一直还是比较保留和怀疑的，就是会需要很多时间去信任人，更别提网上的我可能都不认识的小伙伴。但后来随着我越来越把别人的感受放到我的考量中，我发现我其实分享自己的担忧和怀疑也是更能够建立信任关系的。坦白自己的不信任，某种意义上也是表达信任的一种表现吧虽然听起来有点套娃。走完这3步我都能想象，如果人们在评论的时候总是自然的考虑这些点，从这些角度去认知，那评论区那该有多和谐难怪 MBTI 创始人迈尔斯会认为 FE 是人类社会重要的粘合剂。好，接下去我们来到了内倾思维的激活，也就是 Introverted Thinking， 简称 TI， 是16人格中 TP 类型最偏好的决策过程。TI 这个决策过程的核心是拼凑出一个自洽的平衡的框架还是可以带入这个评论区的场景。第一步，问自己，你能否界定或者归类一下这个情境？不知道你们怎么回答我的话，我觉得评论区的互动本质上是一种所有人都有天然许可证的分享平台，你不需要获得人的允许，因为大家来到这里就默认发表评论是一件理所当然的事情，这对很多担忧社交或者在现实场景中比较害羞的人格外的友好。
第二步，你能不能给我定义一下你的用词？哎，家人们，这个我也太熟悉了。给大家一个例子，我评论说下期想看什么评论就可以。担心用词有歧义，我特地标注了一下，句子里评论的含义是指可以在这条评论下面评论啊。真的，如果有人就是按照引导的问题来这么问我，要求我去定义我的每一个用词，我其实会很感动的给他好好解释一下用意的，包括视频中的用词。第三步，如果你是一个中立的观察者，类似科学家这种，你会观察什么？我的话，我会特别留意每次高赞评论都在分享什么样的内容，到底是因为什么引发了共鸣啊？风趣幽默，还是什么原因导致了他这么欢迎？这是我基本每期视频我都会观察总结的，我觉得还蛮有意思的，虽然总结了也不一定总是能记得住。走完这三步啊，我看到其实 TI 真的是一个特别专注于已有信息内最大程度去清晰的分辨它们的一个功能，但是确实也是一个非常个人化的一个认知的过程，好像不怎么依赖外界的信息和回应，而是居留在一个已经有的这个范围内。好，是时候来看一看激活外倾思维了。外倾思维 （Extroverted Thinking） 简称 TE， 是16人格中 TJ 类型最偏好的决策过程。TE 这个决策过程的核心是从衡量步骤、优化流程的角度进行认知。咱们还是可以带入这个评论区发言的场景这样还能和 FE 有一个很鲜明的比较。第一步，思考一下你所说的内容有任何已经具备明确事实结果的证据吗？我用力想的话，我在评论区说的一些，特别是关于概念定义的内容，是明确出处和证据的不过，虽然我一般都清楚这一点，但确实不怎么清楚这个具体的证据是哪句话。要找我肯定能找出来，但是我不常去这么做。突然就有点理解那些很喜欢引用数据或者研究结果的小伙伴了。第二步，评估一下你在这个场景中接下去打算做的事情可能导致哪3种不同的可以明确衡量的结果。在评论区能做的无非就是评论、点赞、投币什么的嘛。我最先想到的其实反而是我给别人点赞评论，别人可能会对我有什么看法，至于这个看法会带来什么结果，比如粉丝变化、播放量什么，我其实不怎么去认真的做这个因果关系的联系只有一个模糊的概念。要我努力想的话，我回复多可能导致评论区数据更好看，视频热度值更高，当然也可能导致我过多的时间都被分配在这个 B 站上，影响了我白天工作的效率。所以 TE 这个模式是很倾向于去建立直接的因果关系的，我感觉就是某事导致了什么这样的一个线性的这个顺序的逻辑链条。我觉得这个跟 TI 的区别蛮大的。第三步，想到一个目标，然后倒过来从目标出发，找到需要达成目标的步骤。这个感觉可以不一定要带入这个评论区的情境比如我的目标是这期视频播放量过10万，我能想的最简单的步骤就是我去买推广如果我不花钱的话，我可以去看那些播放量过10万的视频有什么特点，分析一下，我自己按照这个标准去制作视频。这3步下来，我有一种恍然大悟的感觉按照这个模式确实很容易帮助我掌握到这个世界的规则，并且借助它达成我要的目标。难怪 TE 在一些理论体系里会直接被总结成 effectiveness 有效性，确实很有效，很高效。最后轮到激活咱们的内倾情感了。内倾情感 Introverted Feeling 简称 FI， 它是16人格中 FP 类型最偏好的决策过程。FI 的核心其实就是保持真实的自我那我们还是可以带入在评论区发表评论的这个场景毕竟这个是最贴切我们现在正在做的事情。第一步，问自己在这个场景中有什么事情无关他人怎么想怎么看，你自己知道，你认为它是好的。
哇，这个问题对我来说还是蛮抽象的。我是真心觉得，如果一个事情别人都不觉得好，那他可能就不好啊。那你只是自娱自乐嘛？那这只是我自己真实的感受。非要想的话，我感觉在评论区真实的分享自己的想法观点就应该被允许的，没有人应该为自己的感受而被攻击或者嘲笑。但其实这个思路的后半部分感觉和引导的问题有些走偏了，因为我想的是，除非你自己没感受没想法，不然你凭啥说别人？感觉我并不是认为这是一件好的事情，反而是觉得阻碍分享是坏的事情，有点不符合引导的问题了。第二步，当你做某个举动的时候，你的良知会说什么？如果在评论区的场景的话，我有的时候看到一些人的错误观点，会因为避免麻烦或者投入过多精力去解释，就努力克制自己啊，不要去那么较真的纠正别人了。这时候我感觉心里其实是很不安、很不舒服的。但奇怪的是，如果我去纠正了，我还是会很不安，担心别人可能会怎么看我啊，也没有那种特别对得起自己良心的感觉，感觉左右都对不起他。非要说的话，可能有时候看到很长的评论，我会感觉到，我需要对得起别人的时间，就有一种自愿的感动吧，觉得不然良心会很不安。第三步，想一想，对你来说，不只是在这个场景中，哪怕脱离了这个场景，有什么你的信念，有什么你相信的，你的价值观，总是对你而言是非常重要的。我感觉特别重要的是，每个人要知道自己是有限的，也要知道他人也是有限的，这样你既不会过度的骄傲，也不会对他人抱有不合理的期待，在自己不知道的情况下不平等的去对待别人。这三步走下来，我更理解 FI 为什么被认为是内源性动力最强的一个认知过程，好像它一直都是关于一个人自己认可什么，自己的良心，自己的感受，因此它本身好像不太需要太多外界的力量，而是内心的力量。不知道体验完了这4种判断过程你对他们都有什么样的感受？欢迎在评论区分享。那之后呢，会回归到16人格的飞船系列，大家就不要错过。这里是莎莎的类型学，希望可以一直陪你了解有趣又靠谱的人格知识。我们下期不见不散啦，拜拜。